大家好，我是小酱汁，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手相财运线解读人生财运，这几种手相一生财运长虹，挡都挡不住。财运线是处于小拇指下方的竖线，由于靠近水星丘，故而也被称作水星线。这一线纹所拥有的含义象征就是命主的财运好坏。当然，外形笔直的财运线并不代表个人的财运一定是极为出色，但至少能够体现其人并不会因为某些因素而遭遇破财。在分析财运线的时候，我们只需要根据线纹的外形来看就可以了。一、不连贯，断断续续。一般来说，一个人的财运线最好伸直并且连贯，如果出现断断续续，就说明这类人性格暴躁，情绪不稳定，做事情思路不清晰，经常凭自己的本能行事，考虑事情不全面，3分钟热度，思想不够成熟。事业上发展需要有贵人扶持，依靠自己能力很难成才，不太能控制自己的情绪，耐心不够，因此不建议自主创业，因为无法承担太大的风险。2、线条细浅，不明显。很多人以为财运线越多就越有钱，如果是单独没有连接的几条，对于财运是极其有利的。但是如果是一条财运线上有很多条分支，就代表这类人虽然财运不错，却穷不知钱花到哪里，资金管理能力弱，不懂理财，经常挣得多，花得更多，比较会挣钱，却不懂储蓄，还没等累积到一定财富，就已经花完了。因此，建议这类人控制合理支出。3、波浪状，杂纹较多。一般财运线呈波浪状的财运都不稳定，偏财运极旺，但是正财很一般。想要事业上有突破，就要观察仔细再下手，放长线，钓大鱼，不要急于一时之利，反而损失钱财。如果工资稳定，不妨选择投资生意，挣点偏财。只有不断前进，不断努力，才能赚到钱财。遇到风险较大的投资，千万不要只看重眼前之利。4、被切断，不完整。财运线就是要完整笔直的一条线，如果出现一条横纹被切断，就注定命中带劫，一生中总会经历一次破财之路。建议在投资方面一定要谨慎，不要听信外人所言，遭人陷害。对于钱财的支出一定要规划清楚，不要挣一分花一块，永远不能储蓄钱财。遇到挫折时尽量保持心情稳定，不要因为一时之快就否定了所有的努力。财运与能力成正比，不要放弃。5、有杂纹，密密麻麻。财运线上一旦出现杂纹，那么做生意之人一定会经历一次破产之灾。切记不要随意给人做担保，每一份合同都要看清楚才能投资，不要随便借钱给不熟悉的人，钱财不可外露。做生意一定要慎之又慎，稍有不慎可能会跌入万丈深渊。为了防止钱财有去无回，学会理财非常重要。人们都渴望一夜暴富，但这种天生横财加身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都需要通过努力付出之后，才能够有机会赢得自己所渴望的一切。当然，例外不是没有，像那些手中有着特殊手相特征的人，就有可能在生活中迎来属于自己的横财，从而成为一个不需要花费太多时间和精力，就可以收获巨额财富的人。1、手中掌丘凸起。
掌丘就是指手心中有着明显凸起的位置，一般是位于手指根部下方，分为金星丘、木星丘、水星丘等。不同掌丘所代表的手相含义不同，但大多数都和个人的财运有着密切关系。像是手中的金星丘和水星丘都和个人的财运有关，如果这两个掌丘位置有着明显的凸起的话，便意味着其人在获得偏财方面不仅机会多，而且成功率也是相当的高。2. 太阳丘或木星丘上有星纹。在太阳丘或木星丘这两个部位的任一个部位出现星纹，预示着其人拥有极好的好运，容易得到意想不到的机会和幸运，从而心想事成，赚到很多财富。只是这种幸运星纹出现后，假如自己不善于把握机会，好好努力付出，好运也会自己消失哦。3. 钱财纹数量多。所谓钱财纹，是指在水星丘小指根部和太阳丘无名指根部之间出现的细的斜线。一般人手上都有钱财纹，只是数量有的多，有的少。通常手掌上钱财纹越多的人，财运越旺，越容易招财，尤其是偏财运好，例如工作上时常发奖金，或者常常意外中奖等等。4. 金星丘上有公印纹。这个公印纹很像我们平时签合同盖的圆形公章。一般有这种手相的人，基本上是走仕途之路从政，或是跟机关政府部门经常接触交流，容易遇到贵人提携，从政的基本上都能平步青云，从商者很多能成为富甲一方之人，总之是男富女贵。5. 掌中有元宝纹。手中的纹路如果能够组成一个封闭的三角形，或者是四边形的财库，这在面相学中是元宝形状，象征富贵的生活。这样手相的女人生活富足，能赚钱，能聚财，生活有品味，很容易就能积累到财富。说了这么多，赶紧对应一下自己有没有这些纹路吧。神秘的木星环是聪明与睿智的化身，代表此人运势财富超好。在我们的手上有横七竖八的很多纹路，它们或吉或凶，都代表着不同含义。人们研究手相，除了对它的神奇充满兴趣之外，更重要的是它有可以预知未来的能力。小编今天为大家讲的是比较少见的吉纹木星环的命理含义，希望大家能喜欢。1. 木星环的位置位于食指根部的下面，呈半弧形的圆环形纹路。因位置在木星丘，所以被称为木星环，也可以称为所罗门的指环，又称食指环。2. 木星环的含义。木星环象征具有神秘的能力与权威，属于很少见的掌纹。它表示向往神秘事物的心境。木星环有时候几乎是直线，有时又是半圆形，可在食指底部的掌丘上看到。之所以又被称为所罗门环，是因为这条线和神话故事所罗门的审判有关。如果手中有此环，其必是个头脑聪明且具有直觉力及神秘力的人，喜欢研究各类神秘科学，同时具有艺术天分，能够拥有权威的人。木星环代表智慧及对哲学方面的领悟，有此环的人都很适合当老师、律师、法官。这条线也常在其受敬重的人和权威人士身上看到。如果你有此环，那么表示你还年轻，而且有智慧。另外，该线表示运势强，是一旦有了困难，总会出乎意料的有贵人相助的幸运之线。
3. 木星环的纹路意义。木星环纹路深且明显，代表此人必富有极高的智力和敏锐的观察力，也能将其表现在文艺作品里，而获得崇高的名位。手掌中出现木星环的朋友，除了有化险为夷的好运以外，也有着不错的异性缘，往往能因为自己注重外表，再加上独到的眼光，而找一个相貌好、气质佳的伴侣。木星环呈一长阔之半圆形，是指木星环的弧度较正常半圆来的深凹，表示此人善于将自己情感表现在脸上，故对于演戏有着极高的天分，于音乐上亦有很深的造诣。这样的人智慧很高，第六感很强，注重外表，交际能力强，通晓人性，对心理学十分感兴趣，也有神秘学方面的天分，善于用巧妙的语言委婉地宽慰和开导别人，很适合从事心理辅导、宗教及命理方面的工作。木星环浅而不明显，表示其所具有之智力及神秘力都不是很强，先觉性亦不够灵敏。虽然其人具有一定的分析判断能力，但是往往流于表面，不能够观察事物的本质和洞悉他人的心思。但是天生有着较好的贵人运，即使身处险境，也能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并能抓住时机，把握命运，人生渐入佳境。有2条以上木星环，这是非常幸运的掌纹，无论有多少失败纷争，只要出现这种掌纹，就一定会好转，因为它具有逢凶化吉的运导。有此首相特征的人，洞察力尤其出众，具有洞悉他人的天性与分析事物的潜能，第六感很强，通常会出现在一些占星学家、命理师和心理学家的手掌中。手相其源于西洋、印度和中国3支，渊远而流长，用手型与手纹来判断一生运势吉凶。因为手的粗细及纹路会随着时间改变，也可以从手纹的变化来探讨过去以及预知未来的运势。好的手纹可让我们提早准备以迎接好的运势，坏的手纹可以让我们事先做好预防。有些人一生贫困潦倒，有些人一生大富大贵，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多种多样，其实可以从手相看出一个人是否有富贵命。你知道自己有没有大富的手相呢？快来跟小编一起了解一下吧。如果你的总体手相不错，财富禄均沾，但两宫平平，早年运势不太好，小拇指相比较短，判断力灵敏，工作迅速，但易于冲动，性格较急，感情线末端分叉，情感上不顺利，容易受骗被欺负，不适宜早婚，适合晚婚。事业线只有一半，表示原本具有天赋，聪明灵敏，展现的企图心很强，能够有优秀的表现，但是后来却遇到阻碍，而没办法再突破，决策很容易判断错误，而失去翻身的机会。有漏财纹的手漏财，请注意漏财纹的位置。漏财纹位于食指与中指根部连接处的区域，如果有任意掌纹直达这里，一直到两指的间隙之处，就是相书中所说的漏财纹。漏财纹无非3种，一种是从事业线上直达到这里，一种是从感情线上过来，另外一种就是单独产生的。
但凡有漏财纹的手相，一般都攒不住钱。小部分人会有的手相，也称小富手相。要实现人生财富，达到小富的状态，除非你的财帛宫长得要饱满之外，手上的太阳线比上面第一种情况要更进一步才能实现，也就是太阳线从无名指的根部一直往下延伸，并且要穿过感情线。这说明你一生之中能有较好的财运，会有好的际遇，能达到小富的层次。一般这种人命中财运31岁左右开始，便会慢慢迎来人生的事业高峰。少数人会有的手相，中富手相。命中拥有中富，就要满足以下2个情况：太阳线穿过感情线后，还能弯曲延伸到第2火星丘，或太阳线穿过感情线后能延伸到月丘附近。遇上这2种情况的任何一种，说明你人生的财富都能达到中富的层次，会有较丰厚的财富。皮薄肉少的平板手漏财。但凡聚财的手，手掌轻微摊开后形若小簸箕，手心略微凹陷，往里面滴一些水都不会流走。而漏财手摊开后是一块平板，手心十分平坦，根本存不住水。另外，整个手掌皮薄肉少，也代表一个人的福分浅薄，难以真正有钱。手掌肉厚，长肉嫩，一般都富有，而且守得住财富。嫁一个好丈夫是所有女孩梦寐以求的，因为婚姻是女人的第2次生命，所以选择另一半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小编带大家看看什么样的手掌会获得最美好的生活吧。1. 手指修长。手指很苗条，女人可以抓住钱。大多数人认为手指越细长越好。如果一个女人的手指细长而且纤细，那么财富往往会很好。对于男性来说，更长的手可以带来很多财富。手的颜色是红色，它是富人的象征。据说水星山是小指下方手掌的一部分，这里的丰富性对女性来说更有福气。水星山的富贵女人生活里充满了金钱，最适合做生意。如果小指非常苗条，就意味着亲戚们都很好，这辈子预计会为他们赚很多钱，将来也可以嫁个有钱人，生活幸福美满，子孙也很孝顺，注定会成为人生赢家。2. 钱财纹较多。钱财纹是指小指和无名指中间的很多细斜线，如果这些线条越来越深，说明你非常聚财。拥有这种财务管理的人，通常是老板或大公司的会计或收银员，他们通常帮助人们管理他们的财务状况。具有这种纹理的人会很有钱，而且能存住钱。3. 手掌厚实。手掌较厚的人往往更具权威性，在说话时会觉得很有威慑力。然而，这样的手经常出现在女强人身上。虽然这样的手看起来不那么漂亮，但手掌厚实的人健康，精力充沛，拥有大量的经济基础。无论他们做什么，都将充满活力，并有能力赚很多钱。他们的生活更加丰富，收入更高，通常是多渠道收入，而钱财纹在无名指和小指下方的位置。这部分有很多细细的斜线，这意味着线路越多，财富越好，生活越富贵。如果手掌中的各种线条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类似于锭块形状的多边形，并且它是紧密封闭的，那么这就是宝库手啊。
拥有这种手的女人会有很多资产，注定的形状越大，其性能就越大。有些人手中有大块锭，而有些人则是小锭，代表着财富的数量。大锭和小锭都是财富的象征。手是人体最重要的部位之一，对我们来说，无论做什么，我们都需要用到手。虽然我们都惯用自己的双手，但是如何看手相却有很多人不知道。在相学中，手相被称为万象之首，可以看出人的性格以及一生命运。手上一些特殊的纹路也能看出你的财运、事业运如何。今天小编给大家介绍一个百年难遇的手纹——通天纹。通天纹位于月丘较外缘的垂直线，为标准的通天纹。有此线的人有极强的敏感性、心理感应性，非常富有幻想色彩。天文、地理、人事无所不晓，又称通天纹。其人常常额中纵列一竖线，自眉心上方直至额际，即额上的通天纹，也是天目的穴位的显露。有这种线的人会自觉地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潜心神秘事物研究，必有大成。双手都有通天纹的人，前世必是大善之人，今生头顶有灵光，一生有神灵庇佑，在事业上必有大的作为，一生财运不断。有此纹的人，一生不缺钱。一般有通天纹的人，双手都会有，此人八字必是天乙贵人星，还会给人带来好运、财运，一生大成大富。通天纹是指长在手上的一种特殊的纹路。有这种纹路的人，第六感非常的强，因此也叫灵感纹。那么通天纹真的有通天的本事吗？答案是否定的。虽然他没有通天本领，但是基本上的成功人士手里都有这种纹路，因此有这种纹路的人贵不可言，将来必定是富得流油。手握通天纹，事业线也非常好，事业能有所成就，事业运强。感情线向着太阴丘扶摇直上，感情之路比较顺畅。如果通天纹很明显，但没有通到顶，也还是会有不错的事业。虽然不会说是大富大贵，但是小康水平还是没有问题的。感情方面也是比较重情义，感情虽然来得比较晚，但是感情会很好。你手上有这样的纹路吗？掌纹是人从胎儿时期开始逐渐形成的，而每个人的掌纹又均不相同。我国古代相术认为，通过手掌上掌纹的深浅和形状，能够推测出一个人的运程和发展。手相就是通过人们手掌心中的手纹线来了解一个人的性格和命运。手相不同于八字，八字是预知未来的婚姻、事业和财运，而手相的主要作用是以助于更全面细致地了解现在的自己和看清现在。但有几种掌纹特征的人天生富贵命，小编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左手前弓红圈那里就是远行纹，利外出闯荡发展。另外，纹路的格局开后期的发展空间，也是可以出去发展的，利西方北方发展。沿海地区也可以发展。天纹上部的竖纹是机遇纹，后期机遇更多。纹路前部有锁链纹，说明初期有些波折阻碍。右手事业线那里有个棺材纹，主30到35期间事业有比较大的波动。
右手财宫有印文，后期财运旺，也可以求财创业发展。手上财线断折的，容易跳槽转行多，工作不稳定，也属于波折起伏多吧。手上有棺材纹的，葬爱伤情，气色晦暗，说明境运不利，近期一门运多，破财和口舌是非犯小人，健康不利，感情波动等问题发生，还得再熬一年。天文是副事业线，天文起始端有锁链纹的，主初期有些波折起伏，这是人生的运势使然。30岁前就是这类起伏运。第二，人文前端也有锁链纹的，说明独立性和思想上的成熟度不够，魄力不够，闯劲儿不足，所以容易迷茫或者抑郁。第三，地纹短浅，根基差，身边的亲人不能给自己帮扶，所以关键时刻没有贵人帮扶运。人文锁链比较重的，黄圈那里，说明独立性和思想上的成熟度不够，魄力不够，闯劲不足，办事情想问题容易有依赖性，不愿承担太多，所以这类人成熟晚，出成就慢。早起要么容易窝在家，要么就是想找个安定不费心的工作应付着。天文冲克财宫，想稳定也定不住。30岁前有些波折起伏，还是主动闯闯，早点成熟为好。风水不是迷信，运势不是定数，把握命里流年的变化，顺势而为，正所谓知命而乐，知运而通。一罗穷，二罗富，十罗全，皇帝命。看看你手上有几个罗。在我们当地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根据你食指的纹路来看你的命理，看看你是否是富贵命。从小就听爷爷奶奶说过，这个你知道吗？先来普及下什么叫螺。螺，软体动物，体外包着锥形、纺锥形或椭圆形的硬壳。简单来说，就是指圆形的纹路，很多地方也叫它斗，与之相对应的叫簸箕。小编今天就给大家说道关于螺和簸箕富含的生命意义。一罗穷，二罗富，三罗四罗开当铺，五罗六罗会存钱，七罗八罗考状元，九罗十罗不下田。10个簸箕，0个罗。此人直率，与人为善，埋头苦干，脚踏实地，不善于耍花样，爱一个人很爱，恨一个人很恨。9个簸箕，1个罗。罗在左手，此人坚定，心理素质好，是做大事的材料，但有时一意孤行，容易遭受挫折。不过失败之后总能东山再起，在爱情上热烈似火。罗在右手，此人性格独立，有领导能力，个别时不择手段，最终注定是成功者，大众情人型。1个罗时运并不佳，必须靠个人的奋斗取得成就。8个簸箕，2个罗。罗在同一只手，性情温和，人际关系良好，有时缺乏远见，在坎坷之时有贵人相助。罗在2只手，性格开朗，好奇心超强，做事往往欲速不达。2个罗的人颇有异性缘，却总是难见中意者，适合在演艺圈发展。7个簸箕，3个罗。罗在同一只手，头脑聪明，做事努力，多为中层领导，但又是家庭型，
一生一世对配偶好。罗在两只手，属于全能潜质，只要有机会和足够的时间，能胜任各种工作，感性和理性相配适度，运气极好的完美配偶型。6个簸箕，4个罗。罗在同一只手，表面明朗，内心孤独，以个人为中心，完美主义者，爱情多波折。罗在两只手，低调，通情达理，有才有貌，深得周围人喜欢，爱情一帆风顺，适合在有关文字领域的发展。5个簸箕，5个罗。同一只手，个性强，对现状永不满足，因此很多事不如意，与1个斗、2个斗、3个斗、4个斗的人合作，才能万事顺利。在爱情上要求不高，一点点温柔即可满足。两只手，善良，更多为别人着想，温顺，耐力好，运气中上，在爱情方面喜欢沉湎于异性偶像。4个簸箕，6个罗。罗左多右少，有野心，喜欢想入非非，少时不顺，青年之后好运一路飙升，令周围人羡慕。故乡之外为理想发展地，对异性的要求是矛盾的，最低又最高。罗左少右多，经常感情用事，自信和自卑同样强烈，成功需外力协助，爱情平稳，缺乏波澜壮阔的高潮，一生幸福。罗左右相等，还算开朗，爱幻想，内心多虑，缺乏安全感。实际上此类指纹运气佳，多是杞人忧天，在爱情上失意多于得意。3个簸箕，7个罗。罗左多右少，内向型，脾气不太好，为了自己的目标能够持之以恒，未来功成名就。不过不适合做王，只适合做相，切记要在恋人和家庭方面多投入一些。此类指纹的女性在爱情上渴望王者英雄，配偶往往平凡，不过一生平安幸福。罗左少右多，敏感型，对很多事情了如指掌，只是不愿意表达，个别时狂热，骨子里对人友善，却总是被人误解。遇到不合适的异性，两人矛盾不断，遇到合适的异性，一拍即合。2个簸箕，8个罗。罗左多右少，看似平和，实则挑剔，时而快乐，时而忧郁。好运气总是在期盼中不来，无意中却得到多多。感情丰富，身体健康，在爱情上是不现实的人。罗左少右多，自尊心强，有志气，性格双重，和周围人比起来，运气总是不佳。不过只要努力，最后你的成绩往往超过那些运气更好的家伙。对爱情最执着。罗左右相等，善良，中年之前运气不佳，需1个斗相助才能变倍为幸运。在爱情方面，幻想多于行动。最后2个罗都是不用下田的命，你赶紧看看自己的手纹是不是9罗或者10罗吧。1个簸箕，9个罗。罗左多右少，热情积极，理解力超强，善于变通，有活动能力，富有同情心，不喜欢追人，喜欢被人追。罗左少右多，理想远大，与现实距离最远，最适合做情人。0个簸箕，10个罗。善良固执，外表坚强，内心柔弱，多在艺术上有所成就，运气中上，不过呈上升趋势，一直到老。厚情薄命，情痴型。
每个人的手掌上都有很多条细纹，这些手纹可以反映出来你的富贵程度。现实生活中，手纹清晰深长是比较好的，手纹杂乱无章对运势不利。你知道男人富贵手相有何特征吗？接下来小编将带来5种男人的富贵手相，一起来了解一下吧。1. 钱财线清晰。所谓钱财线，就是位于小指根部的短竖线，此处的钱财纹越多，则说明赚钱的能力也会越强，最好能够清晰可见。一般有此手纹的男人，人际交往能力强，赚钱的门路非常多，个人的财运比较旺盛，天生就是抓钱的手，从来都不缺钱花，日后的成就也不会太低。2. 成功线伸长。所谓成功线，就是从手腕的部位一直延伸到无名指的下方的直线，就是成功线。而有此手相的男人，无论是财运还是事业运，都会有非常不错的发展，命中会有贵人相助，天生富贵命，一辈子衣食无忧，不用担心缺钱花，少不了赚大钱。而且有此手纹的人，无论是在哪个行业，都能够得到非常大的成功。3. 大拇指厚实。大拇指在手相中代表的是父母的运势与祖业等。若是男人的大拇指长得非常的厚实，则说明此人的出生条件非常的不错，在事业上成就不低，能够遗传父母非常优质的基因，财运好，一生富贵加身，日子不会过得太差。4. 手掌红润。男人的手掌长得红润有肉，则这样的男人头脑聪明灵活，个人的财运走得非常顺畅，在事业上能够有非常不错的收入，而且这样的人天生就是抓钱的手，个人财富方面必定会有不错的收入，赚钱也会非常的麻利，天生就是富贵命。5. 太阳丘下有细纹。太阳丘位于无名指的下方，在相学中，若是在太阳穴下长有细纹，则属于好命的标志，代表最近会有横财运势发生，家里更是少不了横财进账，钱财大旺，非常容易赚大钱，财运出色，能够快速的积累财富。如果这样手相的人智慧线也长得很好的话，财运就会更好，一辈子赚钱轻松自如。上述5种手相特征的人，注定不会为钱财发愁。你手上有这样的特征吗？今天就讲述到这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你们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有好的建议，欢迎留言评论。下期再见。